每次视频开头都会说上一些前导，这一次就来个特别一点的，直接来开始今天的视频吧。这一次拿到了来自机械大师的 C28 机箱，黄色的这一款是 C28 的原版，采用了双冲孔钢板的侧板设计，并且还提供了支持280水冷的侧板支架。而另一款银色的则是 C28A， 没有了 C28 原版的双面冲孔钢板侧板，以及支持280水冷的侧板支架，改为了一面冲孔钢板侧板，外加一面钢化玻璃侧透的侧板，并且也提供了一个作为遮羞用途的电源遮罩，还能够将 2.5 寸硬盘安装在遮罩上。另一个和原版 C28 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将前脸无孔的面板改为与顶部和底部同样的斜线进风孔，外加密集网孔的滤网设计。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差异设计， C28 和 C28A 在内部构造、体积、安装体验以及兼容性等基本都是一致的。因此接下来机箱结构的介绍都是符合这两款机箱的内容。机械大师 C28 采用了显卡直插模式的安装设计，并且支持全尺寸的 MATS 和 ITS 主板。机箱的长宽高分别为342×185×284毫米，体积容量为 17.9 升。机箱的顶部和底部都有非常大面积的斜线开孔，搭配密集网孔的滤网，对风道设计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机箱 I/O 接口在前脸左下方的位置，提供了一个开机键 USB Type-A 和 USB Type-C 接口，非常简单和实际。除去了重启键和音频接口，主要也是因为让机箱内部的走线可以更加简单。而提供了 USB Type-C 接口，对于像是微信的 B550 开机炮，或是华硕的 ROG Strix B550 iGaming， 给了前置 USB-C 接口的主板有着非常好的兼容支持。风扇的支持数量最高可以支持5把12厘米风扇以及一把前置9厘米风扇，但由于原版 C28 前脸面板没有进风孔，加上这一个地方加风扇无疑是缩短了显卡的支持长度，以及这机箱是真的不太需要这一把9厘米风扇。具体情况我会在之后的散热测试给各位做解释。电源支持常规的 ATS 电源和 SFS 电源，并且安装在机箱前置部位，通过一个电源延长线连接到机箱后方顶部的位置。而这个电源支架可以进行多样化的电源安装方式，从而解锁其他硬件兼容的方案。第一种是传统的 ATS 电源直立安装方式，这模式是只能够采用标准的风冷散热方案。如果是 SFS 电源直立安装方式，则能实现侧边240或280水冷的安装。另一个则是横向电源安装模式，为了就是在顶部安装240水冷，而横向 ATS 电源必须采用 ITS 主板。若是想要使用 MATS 主板加上顶部240水冷，则必须采用横向 SFS 电源安装模式。另外，横向 ATS 电源只能支持14厘米长的电源，并且强烈建议搭配定制的硅胶魔术线，不然电源线的收纳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从上述的电源和散热器之间的兼容关系，想要同时使用 MATS 主板外加 ATS 电源，基本上你就只能使用风冷散热器了。说到风冷散热器，C28 所能支持的 CPU 散热器最高为160毫米，基本上类似利明 FS140 这类的双塔散热器都是能支持的，包括猫头鹰 D15 也能够替换成12厘米的风扇来兼容。显卡最大线长为335毫米，我自己测过微星的3070超龙以及华硕 TUF 6700 ST， 都是能够完美兼容在 C28 机箱内的。只不过想要安装这类超长的显卡，只能将机箱后方结构的4边螺丝给卸下再安装，否则直接塞进去是几乎不太可能的。
当然 C28 机箱本身的结构算是非常优秀的，在我采用了 MATS 主板外加原厂模组线的 ATS 电源，以及利明 FS140和 TUF 670 ST 的搭配下，走线难度还算是可以接受。除了一些角落位置是必须先安装好或整理好以外，其他部分的线材收纳和理线的难度还算不大。最后就是 C28， 也就是机械大师机箱的一大特点，就是顶部的这个手把设计。这手把原先是没安装上去的，你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把手把自主组装上去。对于一些原本组装 ITS 就是有时常搬运的需求打算，这个设计是真的非常好。虽然整个机器组装好后，外加 C28 机箱本身的重量就不轻，这个把手真的不能说是能够一直提手拎着走，但对于短距离的移动却起到了非常不错的作用。而且机箱顶部安装手把的位置也预留了非常多的安装孔位，除了能够自由变更手把的安装位置外，还能够自己去定制手把造型，并且安装上去做魔改。到这里，机械大师的 G28 机箱的介绍基本就完成了。不过我相信不少观众对于原版 C28 以及 C28A 的散热表现对比有兴趣，因此我也进行了同样的硬件规格在原版的 C28 以及 C28A 下的散热对比测试。测试的硬件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我把测试用的硬件列明在旁边，有意思想要了解的观众就自己暂停参考吧。测试的对比将会分别进行 IDA64 FPU 的 CPU 压力测试、Fullmark 甜甜圈的显卡压力测试、FPU 和甜甜圈双烤压力测试。除此之外，还会加入 3D Mark TanSpy 24循环的压力测试，用来模拟大部分人日常游戏负载的温度表现。测试室温在25度，并且每个都进行30分钟的压力测试，记录了 CPU 和显卡在这30分钟的平均温度表现。在我公布成绩之前，我想要分享一个 C28 或者这类前置电源设计的机箱安装知识给各位，那就是机箱后方的风扇，我都强烈建议以进风的方式来安装，包括风冷散热器的风道都推荐以后方进风的方式来安装。至于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大家看接下来的测试成绩就好。在看完了各项成绩后，基本上在同样硬件规格并且是如此紧凑的安装下，原版 C28 或是 C28A 之间的散热差距是非常细微的。原版的 C28 在 CPU 散热表现会好那么一点点，而 C28A 对于显卡散热部分则是相对好一点点。不过基本上不论你选择哪一款，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你的散热器本身的性能，并不会出现其中一版的散热 OK， 另一版不 OK 的情况。因此基本上有280水冷或是没有测透需求的选择 C28 就行了，而有测透需求的就选择 C28A 就好了。当然像这样的透光效果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看就是了。最后来总结我对于 C28 这款机箱的使用体验。C28 本身的做工算是比较扎实的，其中手把的设计优点我就不多说了。散热表现算得上是非常好的设计，理线的体验也非常不错，以及利用了紧凑的空间，采用不同的安装模式实现不一样的硬件兼容性。特别是横向电源安装模式这部分，算得上是这类机箱中比较特别的设计。只不过缺点也有一些的。首先是安装体验，虽然机械大师在里头附赠了非常完整的图文说明书，但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装机知识，这类机箱的安装就会很容易出现那种装好了发现漏装得拆过再调整的窘境。当然这部分也是因为机箱内部的空间利用率最大化了，所以所有的安装步骤都必须完整，很容易漏了一步就得拆装另一部分再进行多一次。再来是这机箱的螺丝是真的多，顶部安装风扇或是冷排要卸下不少螺丝，底部要安装风扇也是要卸下螺丝，要转换电源安装方式，首先也得卸下前面板螺丝，以及超长显卡安装得卸下后方的结构螺丝。坦白说，这样的安装体验是有点过于频繁，而且不是非常友好。
虽然说这些螺丝主要都是用来加强机箱本身的固定和硬度，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这一部分再优化更好一些毕竟除了螺丝太多以外，其他的体验都算是很不错的最后也是比较关键的，那就是比较高昂的售价，799元的定价对比起同类型的机箱确实有点高，但你问我是不是不值得购买，我并不是这么认为的。首先，机箱本身的构造扎实度确实不错，不会有那种300-400元的机箱稍微松垮的缺陷。但这是因为我拿到了机箱后所给出的评价。如果是撇开实体感受，单从网络上依赖兼容性和外观来对比，我确实也会觉得不值得。这或许是因为 C28 本身的外观设计和价格定位有点匹配不上的原因。不过，在我体验了 C28 机箱后，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它确实有799元的价值，但它没办法从价格来吸引观众去购买。虽然比起同类型的机箱确实比较好一些，但在799元的这个价位得面对其他类型的大厂 ITS 机箱做竞争，对于不是执着于散热性能和直插结构 ITS 机箱的用户，吸引力就没那么大了。这点我觉得稍微可惜了一些，或许之后可以修改一些设计，使得外观的设计跟得上售价，又或者通过其他的 DLC 来加强机箱本身的价值，也是个不错的方案。就看看机械大师之后会不会采纳我的意见了。希望日后可以看到机械大师推出更好的机箱。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就别忘了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当然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加入我的 Discord 交流群。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我是 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